不对。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了不对，他们惊愕地发现，此时的古明渊身上散发着极为耀眼的白色光华，而在那光华的衬托之下，古明渊不仅显得格外神圣，最重要的是，他的气息竟然产生了变化。此时，古明渊的修为不再是1品至尊，而是2品至尊。天哪！古明渊他的修为竟然提升了，是他那血脉的力量吗？古族血脉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猛然间，天上地下顿时炸开了锅。身为祖武星域的修武者，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无论是天级血脉，或是天赐神体，或是其他血脉，不管在至尊境之前解开了多少手段，但是到了至尊境之后，这些手段都会被封印起来。也就是说，不管在至尊境之前修武者的差距有多大，但只要到了至尊境，所有修武者便将回归到相同的起跑线。踏入至尊境之后，他们所有的力量都将被封印。若是想重新获得提升修为的力量的话，那就必须重新解封力量才行。可是这种事情谈何容易？至今为止，整个祖武星域还从未见到有一个至尊境的修武者能够解开被封印的力量。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有人做到了，而这个人便是古明渊。太厉害了，居然在至尊境解开了封印，不愧是曾经祖武星域最耀眼的2位天才之一。古明渊果然名不宣传，果然名不宣传。见识到古明渊的手段之后，许多人目瞪口呆，因为古明渊可以说是做到了一个祖武星域从未有人做到的壮举。他的天赋再一次展示的淋漓尽致，甚至就连令狐鸿飞也是黯然失色。古明渊，你还真是不可小觑啊，居然将你古族的血脉之力修炼到了这种地步。然而就在众人惊叹于古明渊的强大之际，忽然一道声音在天际响起。顺声观望，人们可以看到，在灵狐天族的方向，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主战船的甲板之上。看到那个人，在场之人皆是肃然起敬，因为他们不可能不认得这个人。这个人名为灵狐志士。灵狐志士他不仅仅是灵狐天族的族长，如今更是整个祖武星域的最强者。尽管古明渊运用血脉之力将修为提升到了2品至尊的地步，可人们却很清楚，灵狐志士他本身便是2品至尊。忽然，灵狐志士目光一动，下一刻，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覆盖天地。这是灵狐志士的威压。虽然同是2品至尊，但人们却能感受到灵狐志士的威压明显强于古明渊。可恶！而与此同时，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古明渊在虚空之上开始挣扎怒吼，但无论他怎样挣扎，都是无济于事，就好像他被困在了半空之上，没用的。就算你运用血脉之力提升到了2品至尊的境界，但不代表你真正拥有2品至尊的力量。身为一个长辈，就别插手小辈之间的事了，还是如我一样乖乖的看戏吧。灵狐志士的嘴角掀起一抹讽刺的微笑，而听得此话，人们也是明白，古明渊他的确被困住了，而困住他的自然不是别人，定然是那位灵狐天族的族长灵狐志士。看着那立于战船之巅的灵狐志士，人们不仅内心震荡，许多人更是不由得倒咽了一下口水。曾经祖武星域的最强者乃是无名一族的族长无名斗天，可现在无名一族已被灵狐天族击败，无名斗天生死不明，而击败无名斗天的正是灵狐志士。看着那傲视天下、运筹帷幄的灵狐志士，人们明白他才是当今祖武星域的最强者。哪怕古明渊天赋异禀，精彩绝艳，可是在灵狐志士的面前，却也注定要落入下风。楚灵溪，你的母亲似乎比你还没有礼貌，这样你劝你母亲跪下认错，我就放你一马。此时灵狐鸿飞对楚灵溪说道。呸！可谁曾想，楚灵溪却是嘴巴一张，一道口水对着灵狐鸿飞吐了出去。不过灵狐鸿飞不过微微一闪，便轻易地将楚灵溪的口水躲了过去。但是当灵狐鸿飞转过身的时候，在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无比阴沉的目光。既然你如此不识好歹，那我就必须要让你付出代价了。话罢，令狐鸿飞便弹出双指，对着楚灵溪的双眼插了过去。而最令人绝望的是，面对这一幕，不仅古明渊以及楚氏天族的族人无法出手相助，就连楚灵溪自己也是避无可避。此时的楚灵溪身体已经被灵狐鸿飞的威压牢牢困住，他一动都不能动，就像是一个靶子一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灵狐鸿飞的双指向自己的眼睛袭来。看到这一幕，许多人都是闭上了眼睛，或是转过头去，他们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楚灵溪这样的女孩子别活生生地挖掉双眼。可是当人们回避之后，却发现他们所预想的惨叫并没有响起，于是那些回避的人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灵狐鸿飞。然而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就连灵狐天族的族人也不例外，甚至就连灵狐志士的目光也是涌现出了一丝变化。因为此时在灵狐鸿飞的身前出现了一个人，是这个人挡下了灵狐鸿飞的攻势，救了灵狐鸿飞一命。而这个人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全部都认识。灵狐鸿飞，现在起由我楚风来做你的对手。楚风说道。楚风？是楚风？他的修为竟然是5品尊者。短暂的宁静之后，天地之间都沸腾了。当人们确定那真的是楚风后，许多人激动的汗毛都竖立了起来。毕竟楚风才是今日之约的主角，他今日若是不来，那今日之约便没了意义。而现在2大主角皆是到齐，这场好戏才算真正的开始。也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如此的兴奋。最重要的是，楚风能够挡下灵狐鸿飞这一击的同时，他的修为也是释放而出，5品尊者。所有人都感受到了楚风的修为，尽管这些时日也一直有楚风的传闻，人们也都知道楚风的修为也在突飞猛进。可3个月前，楚风还是3品尊者，毕竟那个时候楚风还在楚氏天族与楚灵溪大战了一场，而那一战也有不少人都亲眼目睹。现在
不过区3个月的时间，楚风竟然提升了2品修为，如此快的突破速度，自然让人惊叹。真是想不到，楚风他竟然真的来了。难道说他没有听闻关于天机尊者的预言吗？还是说他真的如此大胆，哪怕明知要死，还是要来此一战？看着此时的楚风，众人激动归激动，可人们却依然觉得楚风不是灵狐鸿飞的对手。这不只是对灵狐鸿飞的自信，而是因为那个预言。毕竟这么多年以来，天机尊者的预言从来没有出错过，他预言出的任何事情全都如实发生了，所以天机尊者的预言简直就像是天命一样。人们对此深信不疑，但不管人们心中如何去想，可他们的目光却也都凝聚在楚风和灵狐鸿飞的身上。他们知道大战一触即发，而他们不想错过一丝一毫。灵犀，你先回去吧。楚风对身后的楚灵犀说道。可是楚灵犀满眼的担忧，毕竟他刚刚已经亲身体会到了灵狐鸿飞的强大，如今的他乃是4品尊者，但与灵狐鸿飞却是天差的别，甚至灵狐鸿飞都根本无需真正的出手，只是威压就让楚灵犀如此狼狈了。虽然楚风的修为比他要强，但是他的心中仍然没底，他总觉得灵狐鸿飞的实力依旧没有彰显。放心，似是感受到了楚灵犀的担心，楚风笑着说道。虽然楚灵犀也不知道楚风如今是有着怎样的底牌，可是看着楚风的笑容，他心中的担忧竟真的减轻了不少。没办法，这个男人总是能够让他安心，哪怕在危险的情况，只要对方一个笑容，楚灵犀的情绪就会安稳下来。这便是楚风带给他的安全感。你还是小心点，这灵狐鸿飞有点古怪，他的威压能够束缚住我，所以你千万不要留手，能用的手段一定要提前使用，否则若是被他的威压束缚住，可就不妙了。楚灵犀这句话乃是暗中传音，且说这话的同时，楚灵犀已是向楚氏天族的方向走去。灵狐族长，这场对决是否要公平？楚风此时将目光投向了灵狐天族族长灵狐志士，自然要公平。灵狐志士说道。那灵狐族长可否收回你的威压？否则您这威压一直笼罩天地，我怕是会受影响。楚风说道。然而对于楚风此话，灵狐志士则是淡淡一笑，他自然明白楚风的意思，他知道楚风不是真的惧怕他的威压，楚风其实是想替古明渊解围。虽说灵狐志士的威压并没有其他人造成威胁，但对古明渊却不一样。古明渊一直被灵狐志士的威压压制着，那感觉自然不好受。这看古明渊此时的样子就知道了。楚风，你错了，其实我释放威压为的正是公平，倘若我若不释放威压，怕是要有人对我族人下毒手了。灵狐志士说话间，将目光看向了古明渊一眼。此时古明渊的样子非常的吓人，哪怕他的自由和力量被束缚住了，可是他的杀意却是并没有被束缚。他那个样子就像是一只暴怒的猛虎，若是让他逃出牢笼，定然是要大开杀戒的。前辈，您先安心休息，接下来的就交给我吧。楚风对古明渊说道。然而当楚风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许多人都露出了讽刺的笑容，尤其是那些了解古明渊的人，他们都觉得楚风有些可笑。古明渊是什么人？这可是一个真正的暴脾气，当他发火的时候，可是谁的面子都不给的。从前的事迹都不提了，就说刚刚这古明渊还打伤了灵狐天族的太上长老，更何况现在古明渊已经彻底被激怒了。这样的古明渊可能已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怕是整个祖武星域都没有人能够劝得住他了，更何况是楚风这样一个小辈。好，可谁曾想楚风话音落下后，古明渊竟然应声开口。好，我没听错吧？古明渊刚刚好像是在说好。听得古明渊的话后，人们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一个个的都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古明渊，想要确认一番。而这一看不要紧，人们惊愕地发现，先前已经近乎疯狂的古明渊，此时不仅收回了杀意，就连原本狰狞的面容竟也恢复了平静。他平静的就像是一个没事人一样，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眼见着古明渊竟真的听了楚风的话，人们在看向楚风，目光也是变得复杂，因为他们惊愕地发现，不仅仅是古明渊听了楚风的劝，就在刚刚，那楚灵犀明明也是听了楚风的劝。这对母女俩可都是真正的暴脾气，并且还是不怕死的那种暴脾气。就在刚刚，人们可都是亲眼见识过了古明渊和楚灵犀的不怕死，但是就是这样一对不怕死的母女二人，居然如此听楚风的话，这让人们震惊的同时也感到不解。而不解的时候，便忍不住去想来想去，人们都觉得楚风和古明渊母女俩的关系似乎很不简单。古明渊，你最好安分守己，若是再擅自出手，我可就不是束缚住你这么简单。灵狐志士对古明渊说完此话，便真的将自己的威压给收了回去。至于古明渊，则是什么都没有说，而是回到了楚氏天族的阵营之中。楚风，现在你觉得公平了吗？灵狐鸿飞对楚风说道。无论是语气还是他的表情，对楚风都是有着几分嘲讽之意。公平了，楚风说道。那可以开始了吗？灵狐鸿飞问道。急什么？算一算时间，与你定下的3月之约还有一些时间。楚风说道。怎么，是想拖延时间吗？没用的，再怎么拖延时间，结局都早已注定。灵狐鸿飞说道。拖延时间？我人都来了，拖延时间有何用？楚风淡淡一笑，随后大袖一挥，便有一物飞上了虚空，那是一张卷轴。卷轴飞出楚风的手掌之后，便立刻张开，而当卷轴张开后，人们也是能够清晰的看见卷轴上面写的字，最先映入眼帘的乃是3个字：生死状。生死状，居然是生死状！楚风他是要做什么啊？他就如此有自信，一定能够胜过灵狐鸿飞吗？居然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不对，他一定是听闻了天机尊者的预言，知道今日自己若是来了，就难逃一死，所以他想拼命一搏，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奋力一搏，搞不好临死之前还能拉个垫背的。
看来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可若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真的按照天机尊者所预言的方向走了。这不是简单的切磋，而是生死对决。按照灵狐鸿飞如今的性格，若是不签这生死状，他可能还会手下留情；但若是签了生死状，楚风定然是性命不保啊！此时，天上地下那无数道身影，居然有着相同的表情，他们都无法理解楚风的这个举动，居然还想签生死状。怎么，你这是活够了，所以急着想让我送你一程吗？灵狐鸿飞问道。我若是败了，你自然可以杀我，不过放心，你若是败了，我不会要你的狗命。楚风说道。什么？签生死状又不要对方性命，这是什么意思啊？对于楚风之话，众人感到不解。楚风，你这是在羞辱我？灵狐鸿飞问道。不，我不需要你的命，我只要你的眼睛。楚风说话间，将手指向了灵狐鸿飞的双眼。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恍然大悟，尤其是楚灵溪，一双美眸之中更是涌现出了别样的目光。楚风这番话目的明确，他就是要替楚灵溪报仇。原来如此，想报仇是吗？不过可惜，想法虽然不错，可惜你的实力却无法支撑你的想法。灵狐鸿飞讽刺地摇了摇头。我是何实力，你知道吗？楚风问道。楚风这话不仅仅是笑着说的，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气息，那是自信，极为强大的自信。这样的楚风让灵狐鸿飞也是目光一动，但很快他的眼中又涌现出了极度的不爽。看来你今日是要执意寻死，这生死状我若是签了，那你的命我也就要了。别说我灵狐鸿飞不给你机会，倘若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灵狐鸿飞说道。我已经签过了我的名字，该你了。楚风说道。见状，灵狐鸿飞冷哼一声，随后抬手指向天空，手指为笔，挥袖成字。灵狐鸿飞的名字已是落在了那生死状之上。当灵狐鸿飞签下自己的姓名之后，楚风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并没有将那张生死状收好，而是将那张生死状丢向了在场的一个人，那个人便是天机尊者。楚风这个举动让人感到不解，因为据他们所知，楚风与天机尊者似乎并无交集，还劳烦前辈做个见证。楚风对天机尊者抱拳说道。而此时，人们也终于明白了楚风的意思，他这可不是让天机尊者做个见证这么简单。别看楚风彬彬有礼，但是在场的很多人却都觉得楚风是在挑衅。楚风不认命，所以他质疑天机尊者的预言。这个见证就是要让天机尊者知道他的预言。楚风并不信，他既然预言楚风会死，那楚风就偏偏签下生死状，要让所有人看看他楚风到底会不会死。这楚风真是好大的气势啊！此当真有点东西。看着这样的楚风，人们甚至开始怀疑楚风是不是真的能够破开那预言了，因为楚风的气势实在太强了。在面对灵狐鸿飞，面对灵狐天族，面对整个祖武星域最强大的势力之时，楚风没有丝毫惧怕也就算了，那气势就好像这里是他的主场，就好像他才是今日必胜之人。楚风小友，你是不是觉得老夫的预言是在欺骗世人？其实并没有，老夫的预言是真实测出的，没有欺骗任何人。楚风小友，你今日本就不该来，你更不该逼令狐鸿飞签下这生死状，因为你的结局早在多日之前，老夫就已经见过了。天机尊者对楚风说道。而天机尊者这番话说出之后，人们则是再度激烈的讨论起来，同时人们的想法也是再度动摇。天机尊者的预言从未出错，尽管楚风的气势不弱，可是结局却早已经注定了。只要想到不管楚风如何挣扎，今日都要死之后，人们则忽然觉得这场对决没有那么有趣了。已经知道结局的故事就是会让人失去兴趣。前辈，这生死状有问题吗？然而楚风却根本没有理会天机尊者所说的话，反而是开口询问起来。听得此话，天机尊者眉头微微皱起。在祖武星域，他可是有着特殊地位的人，他的地位与实力无关，而是他能够预知未来的本事。凭借这个本事，祖武星域的任何人都会给予他一定的尊重。那尊重不仅仅是给予他的，更多的是给予他的预言。但是这样的尊重，他在楚风的身上却并没有感受到。不过他身为长辈，自然也不可能因为这种事就刁难楚风。况且楚风表面的礼仪做得很到位，他也实在是说不出什么，于是只得说道：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那可否劳烦前辈做个见证？楚风再度说道：可以。天机尊者对楚风的质疑虽然有些不爽，但却不能表现出来，所以他还是将那生死状收了起来。但天机尊者身旁的仆人却能看到，天机尊者的手都在颤抖，这说明天机尊者真的生气了。其实天机尊者不是一个小气之人，甚至他也并不反感楚风，否则当初他测出预言之战的时候也不会故意隐瞒，甚至他如今故意将这个预言的结局放出去，就是希望楚风能够知难而退。说到底，天机尊者还是一个善良的人，至少他不坏。只不过天机尊者最无法忍受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预言遭受质疑。对他来说，预言乃是信仰，是不可亵渎的，也是不可质疑的。而楚风似乎也是知道天机尊者的想法，所以他并没有挑衅天机尊者，他不过是在挑衅所谓的预言罢了。楚风并不相信预言，因为他不认命，但其实对于天机尊者，楚风也还是报以尊重的。楚风，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灵狐鸿飞对楚风说道：预言这种东西，若是放在其他人身上，我楚风也许会信，可若是落在自己的身上，我便不会信，因为我楚风的命由我自己做主。我若是认命的话，今日也就不会站在这里，而应该在祖武下界的二等宗门内做着一个不起眼的外门弟子。楚风淡淡的笑道。而听闻此话，莫说在场之人心神一动，隐隐间想到了什么，就连楚氏天族的众位族人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心中更是涌现出了自责的情绪，尤其是楚氏天族族长，在他的脸上更是涌现出了深深的惭愧。楚风乃是自下界而来，
他这一路自然是历经千难万险，因为他可不是活在庇护下长大的，而是凭借一个人一步一个脚印杀回来的。倘若认命，他的确走不到今日这一步。好一个不认命！既然如此，那今日我就收了你的命。令胡鸿飞说话之间，便脚步一踏，对楚风出手了。他与楚风本就距离极近，所以攻势瞬息而至。他没有施展任何技法，只是单纯的拳脚功夫。可是他的拳头却宛如开山劈地的铁锤，他的腿更是横扫虚空的铁鞭，他的浑身都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利器。若是被击中一招，怕是要不死也残。但楚风可不是寻常之辈，面对灵狐鸿飞凶猛的攻势，楚风不闪不躲，反而脚步连续踏出，主动迎了上去。两人明明是肉身之躯，可是身体触碰却发出了钢铁般的声鸣。楚风与灵狐鸿飞战力都是顶级，无论是速度和力量都是差别不大，二人你来我往，胜负难分，厉害！果然，这两位才是祖武星域最顶尖的天才。看着楚风和灵狐鸿飞的交手，人们不由得回想起了先前楚灵溪与灵狐鸿飞的交手。先前二人的修为同是四品尊者，可是楚灵溪的攻势却被灵狐鸿飞轻松躲避。尽管此时灵狐鸿飞也没有被楚风所伤到，可是至少他们二人打得有来有回。楚风虽然无法伤到灵狐鸿飞，可是同样的，灵狐鸿飞也同样无法伤到楚风。不像楚灵溪，不过是灵狐鸿飞的一道威压，就直接将他击败了。楚风的战力好像又增强了，还是说当日他与我切磋的时候，真的隐藏了这么多？看着楚风与灵狐鸿飞的战斗，楚灵溪低声说道：“应该是增强了。”楚灵溪身旁的古明渊说道：“母亲，您为何如此确定？”楚灵溪问道：“灵狐鸿飞的身上有着说不清楚的变化，你与他交手过，你应该感觉得到了他的变化。不过楚风的身上现在也出现了这种变化，虽然不知道楚风经历了什么，但是现在的他的却变强了许多，而他的修为增强便是最好的证明。”古明渊说道：“所以我与这个家伙的差距又被拉开了吗？”楚灵溪再度看向楚风，目光变得复杂起来。但是他可不会因为自己实力不如楚风，却希望楚风变弱。相反，他现在只希望楚风变得越来越强，比他见到的强，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唯有那样，楚风才能够胜过这深不可测的灵狐鸿飞。不对，楚风他似乎有些支撑不住了。然而，随着二者交锋的不断延长，人们发现二人不再是军事，那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于灵狐鸿飞。尽管灵狐鸿飞的攻势要么被楚风挡下，要么被楚风躲避，楚风他依旧没有受伤，但是他却表现出了艰难之势。看来还是有差距啊！看着楚风开始节节败退，从略有不知到被灵狐鸿飞压着打，人们心中也是觉得天机尊者的预言可能真的就要成真了。尽管楚风也很强，但很可惜，灵狐鸿飞却更强。要不然，还是我出手收拾他吧。然而，就在楚风节节败退之际，却有一道声音映入楚风的耳帘。这道声音并不是暗中传音，但却只有楚风能够听到，因为这是来自界灵空间内的声音。丫头，你醒了。先前楚风忙着与灵狐鸿飞交战，根本没有顾及界灵空间内的情况。但现在楚风发现，原来是雨莎那个丫头终于修炼成功，苏醒了过来，并且此时这个丫头也是有了一定的收获。她的修为已经突破到了4品尊者，连续突破3品修为，这样的收获可以说是极大了。想不到那小小的天地奇物对你竟然有着这么大的帮助。此时楚风非常的高兴，因为他都没有想到无意间的收获会给予雨莎这么大的帮助。毕竟这个丫头可是拥有逆战3品战力的，并且她还能够召唤出一匹黑色战马。那战马一出，她可以总共获得逆战4品的战力。当日这个丫头就是凭借强大的逆天战力，以1品尊者的修为，硬生生的与2品尊者的灵狐鸿飞战成了平手。我看你对付他有些吃力，不如直接让我来对付他吧。就当你帮我拿到那修炼资源的回谢。雨莎说道。居然被小瞧了，丫头，今日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你主人我的本事。枪！楚风说话之间，手腕一转，在他的手中便出现了半程尊兵。半程尊兵在手，楚风的修为顿时大增。原本被压制的他立刻逆转形势，眼见着楚风手中寒芒四射，剑影丛生，尤其是那气息瞬息增强。灵狐鸿飞他也是有些慌了，躲闪过楚风的攻势之后，他便立刻施展身法武技向后倒退。眨眼的功夫，他已是与楚风拉开了数万米的距离。不是灵狐鸿飞小题大做，而是灵狐鸿飞他心里明白，尽管他与楚风交手，先前压制了楚风，可也只是微微的略胜一筹而已。待楚风亮出半程尊兵之后，他的战力便完全不如楚风，看来差距并不是很大。此时在场的许多修武者也都是看出了端倪，甚至有人在灵狐鸿飞的脸上捕捉到了慌乱的情绪，尽管只是一闪而过，但还是被人看到了。所以他们确定楚风和灵狐鸿飞的差距真的不大，凭借一件半程尊兵，楚风便可逆转局势。不过灵狐鸿飞他自然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倒退的同时，他也是亮出了半程尊兵，寒芒四射，光刃废物。灵狐鸿飞已是再度向楚风攻了过来，来的正好。见此情形，楚风也是毫无畏惧，手提蓝玉渊剑，再度与灵狐鸿飞战到了一处。而在半程尊兵的支撑下，二人的战力再度恢复到了先前的平衡状态，所以先前的一幕也是再度发生。起初二者不分胜负，但是渐渐的战局开始发生倾斜，楚风开始不支，灵狐鸿飞开始压制楚风。然而灵狐鸿飞刚刚压制楚风，楚风的修为便立刻提升，从5品尊者提升到了6品尊者的地步。而楚风额头之上雷霆涌动的神字雷纹，则是让人们知道为何他的修为能够提升，但可能是有了先前楚风亮出半程尊兵的教训。这一次灵狐鸿飞没有丝毫的大意，甚至可以说是一直紧紧地盯着楚风，几乎当楚风释放出雷纹，
提升修为的同时，灵狐鸿飞也是释放出了雷纹。几乎同一时间，他与楚风的修为都是从5品尊者达到了6品尊者的地步。然而，令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在释放出雷纹之后，楚风的修为竟然再度提升，此时已经是来到了7品尊者的地步。是楚风身上的雷霆铠甲。见到楚风身上的雷霆铠甲，人们并没有太过意外。虽然雷霆铠甲是一个很难解封的手段，但是也有人见过楚风施展雷霆铠甲，并且这些消息早就传开，所以人们早就知道楚风拥有雷霆铠甲。看到楚风施展雷霆铠甲，人们虽然也惊叹楚风的天赋，但却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并且他们也并不觉得楚风施展雷霆铠甲能够影响战局。毕竟人们都知道灵狐鸿飞他也是拥有着雷霆铠甲的。果不其然，当楚风施展出雷霆铠甲之后，灵狐鸿飞他也是施展出了雷霆铠甲。楚风，你有的手段我都有，你拿什么和我斗？你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你再怎么挣扎都是无用。灵狐鸿飞对楚风讽刺地说道：“是吗？”然而，对于灵狐鸿飞的嘲讽，楚风的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下一刻，楚风手中的剑变得非常的快，快到连令狐鸿飞都有些招架不住。他的攻势变得越发凌厉，甚至兵刃相撞，灵狐鸿飞的手掌都会有些发麻，甚至会向后倒退。面对楚风此时的攻势，灵狐鸿飞居然有些难以招架。原本人们以为楚风和灵狐鸿飞同样提升修为后，楚风会如同先前一样，依旧被灵狐鸿飞所压制。但是现在的局面却让他们发现他们错了。此时被压制的不再是楚风，而是灵狐鸿飞。怎么会这样？明明楚风和灵狐鸿飞的修为都还一样，为何战力发生了改变？难道说楚风他之前故意隐藏了战力？此时人们都感到不解，因为他们与灵狐鸿飞想的一样，原本以为灵狐鸿飞可以继续压制楚风，但是此刻的局面却是与他们预想的相反。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会忍不住去猜想，为何好端端的会发生这样的改变？而楚风从一开始就故意隐藏战力，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不，也许不是楚风故意隐藏了修为，有可能是自伐玄功的区别。然而，对于众人的猜测，却也有人提出了其他的想法。自伐玄功，对于此话，人们仍然感到不解。虽然二人都解开了雷纹以及雷霆铠甲这天级血脉独有的力量，但你们可不要忘记，楚风额头之上的字是神字，而灵狐鸿飞之是天字。那人说道：“神伐玄功，原来是神伐玄功的力量，我怎么没想到？自伐玄功也是有强弱之分的。天伐玄功虽然已是顶尖，但祖武星域修炼天伐玄功的小辈不在少数，但是能够修炼神伐玄功并且修炼成功的，当今整个祖武星域却只有楚风一个人啊！”而听到这里，人们也是恍然大悟。一直以来，他们都觉得灵狐鸿飞定然会胜，所以都忽略了楚风的优势。而楚风最大的优势，那便是他修炼的乃是神伐玄功。神伐玄功身为最难修炼的自伐玄功，本身就高出其他玄功一等。从血统强弱来讲，神伐玄功它的本身就会对天伐玄功造成压制，所以楚风能够压制灵狐鸿飞。若要解释，神伐玄功的确是最好的解释。楚风的攻势越来越凶，手中的剑芒宛如暴雨一般席卷着灵狐鸿飞。此刻的灵狐鸿飞可比先前楚风被压制的时候要狼狈得多。别看楚风攻势很凶，可是他的面容却是一点也不凶。不仅不凶，在楚风的脸上还挂着渐渐的笑容。灵狐鸿飞，你这是怎么了？别一直退啊！说好的从一开始就压制我呢，你这个样子可就太让我失望了。楚风一边压制着灵狐鸿飞，一边羞辱着灵狐鸿飞，这可将灵狐鸿飞气坏了。灵狐鸿飞本就自负，现如今掌握着诸多手段的他，更是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无法容忍任何人对他进行羞辱。猛然间，灵狐鸿飞大喝一声，他手中的半程尊兵挥动开来，刹那间，巨大的火焰自其半程尊兵释放而出，向楚风扑杀而去。那乃是先进武技，并且武力极强。面对灵狐鸿飞突如其来的攻势，楚风也是猝不及防。尽管楚风挡下了这道攻势，可还是被这道攻势击退开来。楚风本来想与你多玩一会，却不成想我的随便玩玩，却让你想多了。你还真以为你能胜过我？既然你有了这种妄想，那我就亲自来消灭你的妄想。令狐鸿飞说完此话，修为便再度提升，已是从7品尊者提升到了8品尊者的地步，是清明魂。灵狐鸿飞他使用出了体内强大的至宝清明魂的力量，要分胜负了吗？当灵狐鸿飞释放出清明魂的力量之后，许多人便觉得这场对决可能要落幕了。因为据他们所知，楚风似乎没有提升修为的至宝，而提升修为的至宝也是很难驾驭的。就比如灵狐鸿飞的清明魂，那可是在其小时候就融入了他的体内，所以人们觉得，就算楚风现在拥有了可以提升修为的至宝，但也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与那至宝融合。倘若楚风没有这种可以提升修为的至宝的话，又拿什么来与此时的灵狐鸿飞继续抗衡呢？可谁曾想，就在灵狐鸿飞释放出清明魂的力量后，楚风的体内竟也传来刺耳的咆哮。当那咆哮响起之后，磅礴的火焰也是自楚风的体内释放而出，火焰旋转升空，一眼望去显得极美，但仔细一看，那根本就不是火焰，而是火红色的符咒。那符咒交织在一起，火光四射，看上去很像火焰，但那其实根本就不是火焰，而是更为高级的符咒。但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那些火红色的符咒释放而出后，竟然化成形态，在楚风的身上形成了一只巨大的麒麟。那刺耳的嘶吼正是来自这只巨大的火麒麟。而此时楚风的修为也是随着提升，从7品尊者提升到了8品尊者的地步。楚风他竟然也掌握了修炼至宝，而看这个模样，似乎还是传说中的至宝火灵咒。是火灵咒，的确是火灵咒。这件至宝不是一直在古明渊的手中吗？当年有人出天价来购买，古明渊都没有卖，如今居然给了楚风，看来他们的关系
的确非同一般啊！这么贵重的东西都能说给就给。此时人们居然认出了楚风所释放的力量乃是源自于火灵咒，这倒也正常。在整个祖武星域，凡是能够提升修为的至宝，那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宝贝，大家几乎都是耳熟能详。而这火灵咒更是格外的有名气。尽管火灵咒的力量人们并没有亲眼目睹过，可是却也都看过火灵咒的介绍，知道火灵咒大概的力量形态。再加上楚风和古明渊的关系的确不简单，所以人们第一时间便认定楚风所施展的手段便是那强大的至宝火灵咒。他与古明渊的关系不是重点，重点是这火灵咒非常难以驾驭，而这个宝贝居然被楚风征服了。对啊，我可是听闻过，这火灵咒非常凶残，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最难驾驭的至宝之一了。人们开始议论纷纷。虽然说火灵咒是当年楚风他父亲和古明渊在遗迹之中所得，但火灵咒的威名其实早就响彻在外。关于火灵咒的记载非常的多，这也是为何人们没有真正的见过火灵咒，却也如此了解火灵咒的原因。而根据记载，火灵咒内的火麒麟非常狂暴，是极其难以驾驭的至宝，甚至还有传闻，古明渊当年年轻之时也曾尝试过融合火灵咒，可他却也是失败了。如他这样的天才都失败了，可想而知这火灵咒的融合难度究竟有多大。按理来说，就算楚风从小就开始尝试融合这火灵咒，那难度也是极大的，更何况就在几个月之前，还有人看过火灵咒在古明渊的手中，所以这让人们知道楚风融合火灵咒的时间肯定不长，甚至很可能是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并且还成功了，这自然让人们感到惊叹。可倘若让他们知道其实楚风融合火灵咒不过是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的话，想必他们会更加难以接受。而此时天际之上不断传来炸响，在人们惊叹之时，楚风已是与灵狐鸿飞再度站在了一处。这一次他们不再是简单的拳脚相向，也不是单纯的兵刃比拼，他们已经开始运用仙法以及武技等手段。这种情况下，虚空之上便开始被强大的武力涟漪所吞噬。可能此时火焰漫天，下一刻就出现了滔天巨浪，紧接着又是漫天的雷霆，下一刻又是狂风暴雨，甚至会有巨大的猛兽出现，也有数万大军围攻对方，而那都是来自武技和仙法的变化。武技与仙法本就千变万化，这也是修武的乐趣所在。所以当楚风和灵狐鸿飞开始运用仙法和武技之后，这场战斗也才是真正的变得精彩起来。因为哪怕是仙法和武技的运用，楚风和灵狐鸿飞也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莫说是小辈之中，就连这些老一辈们也是望尘莫及。尤其是当楚风他们你来我往，攻防互换之间，各种手段千变万化，可谓相当的精彩。这样的对决，连那些修武多年的老一辈都看呆了，小一辈们更是看得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今日一战，整个祖武星域各方势力都来了，自然也就包括了那些曾与楚风交过手的小辈们，楚怀宇、楚浩言、夏雨儿、宋云飞、黎岸之、黎天佑、唐振浩等等等。本来在各自的宗门势力内，他们也都是顶尖的天才，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他们都与楚风相差不多，甚至比楚风还要强大。可是现在他们却连楚风的战斗都看不清楚了，只能感受到那滔天的威势，却根本看不清具体的过程。于是他们眼中涌现出了相同的情绪，那情绪似乎让他们意识到，他们与楚风的差距已经达到无法追赶的地步。虽然开始运用武技对决之后，楚风和灵狐鸿飞二人的战局看似再度进入了军事，但也只是因为他们的距离变远了，从而显得灵狐鸿飞的劣势变小了。但细心的人还是能够发现，灵狐鸿飞依旧处于劣势，并且灵狐鸿飞的劣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起初还只有少部分修为强大的人能够看清楚，可是后来就连那些修为不如楚风和灵狐鸿飞的人也能够看得清楚了。但从威势上面，他们都觉得灵狐鸿飞很可能被楚风压制了，因为那漫天的涟漪也是从军事而转变成了偏差。楚风所发动的攻势越来越强，开始压制着灵狐鸿飞，无论灵狐鸿飞施展怎样的手段，都被楚风所压制。倘若楚风的威势依旧是茫茫大海，那么此时灵狐鸿飞的威势已似是大江大河，差距不可谓不大。楚风，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胜券在握了？可谁曾想，忽然之间，那灵狐鸿飞居然发出了一道充满讽刺意味的声音。明明被压制的是他，可却搞得胜券在握的好像是他一样。他那自信的声音让人们意识到，灵狐鸿飞他绝对不止眼前的这些手段这么简单，灵狐鸿飞他一定还有其他底牌。果然，我就说灵狐鸿飞不可能就这样被压制，看来有好戏看了，说不好这场对决要分出胜负了。听闻灵狐鸿飞的话后，许多人都兴奋起来。这场对决因预言的存在，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知道了结局，再加上灵狐天族如今的地位，所以大部分人不仅知道灵狐鸿飞会赢，他们其实也是希望灵狐鸿飞赢的。换句话说，他们今日来此不仅要看一场精彩的大战，他们还想亲眼看看楚风他是怎么死的。哇！可突然那本占据优势的楚风并没有继续乘胜追击，反而是表情变得扭曲，随后更是停止了对灵狐鸿飞的攻势，倒退而去。怎么回事？楚风他在做什么啊？难道说楚风他是被灵狐鸿飞的话给吓到了？莫非楚风他是要临阵退缩，是要逃了吗？对于楚风忽然间的举动，所有人都感觉不解，尤其是楚风此刻的脸色就好像遇到了星号凡一样。一时之间，各种猜测的声音响彻不断。楚风，你怎么了？与此同时，更是有着无数道声音以暗中传音的方式映入楚风的耳中。这些声音来自于梁秋大师、古明渊、楚灵溪、楚轩正法、楚氏天族族长以及楚氏天族的许多人，那都是关心楚风的声音。他们都以为楚风遇到了星号凡，而实际上
楚风也的确是遇到了新浩凡。楚风的丹田之内那颗神树种子引起的，只要自己的血脉之力对那颗神树种子发动进攻，楚风的修为便会遭受影响。可是偏偏这个时候，那血脉之力竟然再度向神树种子发动了攻势。这种情况下，楚风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楚风的修为正在遭到压制，开始倒退。丫头，可能要你出手了。楚风说话间便张开了界灵大门。楚风知道，这样的他已经无法与灵狐鸿飞继续交手，尽管他再怎么不甘心，却也是没有任何办法。不过庆幸的是，雨莎那个丫头不仅醒来，她也具备着与灵狐鸿飞抗衡的修为，所以这倒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怎么了？雨莎问道。没事，他就交给你了。楚风说道。哦，雨莎显然也意识到了不对，但楚风既然不愿意说，他也是没有多问，而是直接从界灵大门之内走了出来。是他，又是这只界灵。当日在九龙上界，就是这只界灵与灵狐鸿飞战成了平手。当雨莎出现之后，也是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雨莎可不是寻常的界灵，她实在太有名气了。毕竟九龙上界那一战，楚风能够与灵狐鸿飞并列祖武十星第一，靠的其实就是雨莎。雨莎的实力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甚至已经成为了许多人口中的传奇。毕竟当初雨莎可是以一品尊者的力量，硬生生的战平了二品尊者的灵狐鸿飞。若非要说的话，雨莎其实是强于灵狐鸿飞的。毕竟若是相同境界，灵狐鸿飞绝对不是雨莎的对手。最重要的是，此时雨莎展现出来的修为与当初已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雨莎此时的修为不再是一品尊者，而是四品尊者。当初的雨莎能够凭借一品尊者战平二品尊者的灵狐鸿飞，那么今日的她搞不好就能凭借四品尊者的修为战胜五品尊者的灵狐鸿飞。雨莎虽是界灵，但是她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灵狐鸿飞的劲敌。这下可就有点意思了，我真是没有想到，居然还能看到你。看到雨莎出现，灵狐鸿飞也是有些意外，而他之所以意外，应该是没有想到雨莎的修为竟然也增长了这么多。本来以为他无法再与雨莎交手了，毕竟他的进步已是神速，就算楚风能追上他可不觉得一只界灵能够追上他，所以他才感到意外。然而意外之后，在灵狐鸿飞的脸上涌现出的更多的确是兴奋。当日若不是这只界灵，楚风根本无法与他抗衡，是这只界灵硬生生的让楚风与他齐名，这在灵狐鸿飞来看是一种耻辱，这耻辱正是拜这只界灵所赐。所以灵狐鸿飞打从内心深处就恨透了雨莎，今日可能不仅要分胜负，怕是还要定生死了。灵狐鸿飞看雨莎的时候，在他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阴冷的弧度。果然，当他看到雨莎的那一刻，就已经动了杀心。然而面对灵狐鸿飞的话，雨莎居然并未回答，只是用那冷漠的目光看着灵狐鸿飞，并且在他目光之中竟然还有着一抹轻蔑。他居然并没有将灵狐鸿飞放在眼中。猛然间，灵狐鸿飞出手了，金色的光华铺天盖地，那可不是寻常的武力，那乃是强大的仙法。可几乎在那金色的光华席卷而来之际，磅礴的黑色气焰也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自雨莎的体内释放而出。雨莎她不仅释放出了黑色气焰，她更是直接释放出了黑色战马，踏上战马，手握战枪，她已是与灵狐鸿飞站在了一处。雨莎与灵狐鸿飞的战局和先前楚风与灵狐鸿飞的战局很不相同。楚风和灵狐鸿飞交手，各种武技不断浮现，不仅威势滔天，各种强大武技的运用更是眼花缭乱，绚丽夺目，让人叹为观止。但是雨莎则是不同，她的所有手段都是暗黑色的气焰，不管威势如何，都是暗黑色的气焰在不断的袭击着灵狐鸿飞。而不管灵狐鸿飞的攻势再多么的绚丽夺目，却也都会被这暗黑色的气焰所克制。天际之上，一边金芒涌动，各种力量绚丽无比，而另一边则是令人压抑的黑色气焰，覆盖天上地下，滚滚翻腾，如无数恶灵，就好像这是一场神与魔的战斗。不过代表着魔的并不是心狠手辣、性格阴暗的灵狐鸿飞，乃是雨莎。这也不能怪别人，毕竟修罗界灵的气息本就更近黑暗，甚至修罗界灵的气息比魔灵界的气息还要令人闻风丧胆。修罗灵界的气息会给人带来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就好像它本身就代表着恶一样。好厉害，这界灵真是太强了，难怪当日楚风能与灵狐鸿飞战成平手，这只界灵当真厉害啊。此时莫说旁人看得目瞪口呆，就连楚灵溪也是赞叹不已，因为不管是灵狐鸿飞施展任何手段，却都被那雨莎完美压制。二人眼下的战局并没有任何倾斜，而是真正的平局，简直就和当日在九龙上界的局面一模一样。该不会九龙上界的一幕再次重演吧？看着这样的对决，人们反而是有些慌了，尤其是那些当日亲眼见证过九龙上界一战的人们，他们真怕灵狐鸿飞和那界灵再次战上个10日10夜。然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咆哮，这片虚空都是被黑暗所笼罩，那可不是黑色的云朵那么简单，而是这片天地落入了黑暗。最可怕的是，在那一望无际暗黑色虚空之上，竟然出现了一双巨大的眼睛，那眼睛不仅巨大，更是空洞阴森，那道可怕的目光自虚空之上望下，直奔众人的方向而来，最终锁定在了灵狐鸿飞的身上。这是什么东西？难道说这是那界灵的手段？好可怕的力量，这便是修罗界灵真正的力量吗？当人们看到此刻虚空之上的变化后，内心也是变得紧张起来，同时也是变得兴奋和激动。他们觉得可能决胜负的时候到了，这场军事的战局很快就要被打破，因为此时虚空上的威势实在是太强了。这个丫头居然还留了一手。莫说旁人，就连楚风看到虚空上的景象之后，也是目露惊叹。那威势是真正的末日灵势，仿佛下一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就都要一起死亡一般，那种压抑感
就连楚风这样的人都是有些不好受。这种情况下，人们竟然开始担心灵狐鸿飞。楚风先前那般压制灵狐鸿飞，人们都没有觉得灵狐鸿飞会败。可是此时，人们却觉得灵狐鸿飞若是不拿出强横的手段，很可能真的会败。毕竟此刻天上的威势不是假的。然而，就在众人担心之际，灵狐鸿飞的身上则是散发出了白色的光芒。那白色光芒出现之后，灵狐鸿飞双手捏诀，在他的身前居然凝聚出了一道白色的镜子。那道白色的镜子看上去并无寻常之处，至少从威势上来看，此时灵狐鸿飞所凝聚出的镜子与雨莎所施展的手段简直是天差地别。然而，就是灵狐鸿飞此刻所施展的这不起眼的镜子，却引得人们大惊。我没看错吧？难道说那是灵狐天族的最强武技昊天镜？此一时，天地之间惊呼连连。而人们之所以会如此惊叹，乃是因为这所谓的昊天镜不是寻常的武技，它乃是尊境武技。尊境武技昊天镜，此乃灵狐天族的镇族武技，也是灵狐天族的最强武技。尊境武技，整个族伍星域少之又少，甚至大部分人势力根本都不曾拥有这样的手段，那是很正的无价之宝。最重要的是，尊境武技不仅威力强大，修炼难度更是奇高。这尊境昊天镜的修炼难度有多高？就拿灵狐天族的那4位至尊境太上长老来说，就可以得到答案。对于这尊境昊天镜，4位至尊境的太上长老，只有灵狐雨花和灵狐文泰修炼成功，另外2位太上长老修炼多年，都是未能掌握着尊境昊天镜。要知道，那可是至尊境的强者啊！身为至尊境的强者，不仅能够掌握至尊级武力，对修武的认识与了解也远非尊者可比。但就是那样的存在，都无法修炼的武技，居然被灵狐鸿飞所修炼成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灵狐鸿飞的天赋已经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你败了！施展出这尊境昊天镜之后，灵狐鸿飞的脸上也是布满了自信之色。他竟然已直接说出了雨莎已经败了的话，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尊境昊天镜当真是充满了自信。是胜是负，用实力来说，向来沉默的雨莎面对灵狐鸿飞的挑衅，居然开口了。看来他是真的被灵狐鸿飞的自负所激怒。只见雨莎双掌猛然合并，虚空中那恐怖的双眸竟消失不见。可是紧接着，那巨大的双眸竟出现在了雨莎的身后。猛然间，那浮在天上的巨大眼眸并射出2道黑色的气焰，直奔灵狐鸿飞射去。那目光不仅为黑色，更是散发着毁灭性的力量。不过，面对那可怕的黑色气焰，灵狐鸿飞不仅不慌，反而在其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随后，只见其手臂一扬，其身前的镜子便立刻颤动。颤动之下，在其头顶之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虚影。那虚影正是他身前的镜子，只不过此刻的镜子直径足有10万米，可以说是完全遮蔽了这片虚空。紧接着，那巨大的镜子竟然并射出了白色的光芒，直奔雨莎而去。黑焰降至，白光四射，这方天地被分为了黑白2种颜色，黑与白的较量，连天地都为之剧烈的震荡开来。尽管那威压被在场的高手给挡了下来，并不会伤到在场的弱者，可那威势依旧横扫4面8方，许多小辈连站都无法站稳，人仰马翻，甚是难堪。剧烈的震荡之后，天空开始恢复光亮，黑色气焰也是随之散去。人们能够看到，雨莎虽然并无大碍，可是此时的她却是半跪在了虚空之上，那个模样看上去多多少少有些狼狈。可是再看灵狐鸿飞，他不仅毫发无损，就连那块散发白光的昊天镜也依旧悬挂在他的身前。然而再观雨莎那遮天蔽日的黑色气焰，却已经消散于天地之间，二人谁强谁弱一见分晓。不愧是尊境昊天镜，这的威力果然名不虚传啊，太强了，居然连那样的威势都能一击击破。尊境武技当真厉害。先前雨莎那手段的威势，人们感受得清清楚楚，那是连在场的许多老一辈人物，甚至尊者巅峰的人，都是从中感到令他们畏惧的气息。可就是那样的手段，却被灵狐鸿飞的昊天镜轰散，这的确也是证明了这尊境昊天镜的厉害。听闻这种人的夸赞，不仅灵狐鸿飞得意，就连那高高在上贵为祖武星域当今最强者的灵狐之士，脸上也是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毕竟尊境昊天镜不仅仅代表着灵狐鸿飞，还代表着他灵狐天族。我说过你败了，现在你信了。灵狐鸿飞看着那半跪在地的雨莎，重复了他之前所说的话。可恶！此时雨莎咬牙切齿的想要站起身来，可是别看他身体表面并无大碍，但是他居然站起来都很是吃力，这让人们意识到，其实此时雨莎的伤势并不轻，只不过他所伤到的并不止身体表面，伤的更多的怕是灵魂深处。雨莎真的是伤得极重，尽管他勉勉强强总算是站了起来，可是他在站起来之后，居然连站都站不稳。而眼看着雨莎就要跌倒的时候，忽然一只有力的手掌抓住了他的手臂，将他搀扶了起来。是楚风。此时楚风站在了雨莎的身前，他不仅站在雨莎身前，并且在他的脸上也是重新涌现出了自信之色。放开我，我来收拾他！雨莎奋力地挣扎着，而在雨莎的挣扎中，楚风能够感受到雨莎的愤怒。丫头，够了，接下来交给我吧。楚风对雨莎说道。听得此话，雨莎愣了一下，可是不知为何，当他看向此时的楚风之后，原本暴躁的内心竟然真的平复了不少。所以他犹豫了一下之后，又看了一眼楚风已经张开的界灵大门，于是还是在楚风的搀扶下一步一步走去，最终踏入了界灵大门之中。当雨莎进入界灵大门之后，楚风则是长舒了一口气，险，太险了！刚刚血脉之力向神树种子发动攻势，导致楚风修为倒退。尽管楚风隐藏了修为的变化，没有被人发现，可是楚风自己却很清楚，那样的他
根本无法与灵狐鸿飞抗衡。不过最幸运的是，那血脉之力就在刚刚居然停止了对神树种子的进攻，使得楚风的修为恢复了。若不是此时恢复修为，楚风依旧无法与灵狐鸿飞抗衡。而以雨莎的脾气，哪怕自己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可还是会与灵狐鸿飞交手。那样的结果是什么？楚风心里非常清楚，灵狐鸿飞这个畜生不可能因为雨莎是一个女子而手下留情，搞不好雨莎会死，就算不死，下场也定然会非常凄惨。毕竟当日楚风没有出场，灵狐鸿飞都挖掉了楚灵犀的双眼。那么现在楚风既然在场，灵狐鸿飞的手段绝对会更加的狠辣。对于灵狐鸿飞而言，能够当着楚风的面折磨楚风的人，那会更加具有快感。灵狐鸿飞，时间差不多了，是时候分个胜负了。楚风对灵狐鸿飞说道。楚风是真的决定要施展出他的底牌了，因为他不能确定那血脉之力是否还会再度抽风，再度对神树种子发动攻势。若是再度发动攻势，那么楚风的修为还会再度倒退，所以楚风必须立刻分出胜负，结束这场对决。好啊，那倒是让我看看你有着什么样的手段。然而对于楚风的话，灵狐鸿飞却是冷然一笑，他笑得非常讽刺，尤其那目光就好像在看待一个小丑一样。此时的灵狐鸿飞内心充满了自信，他的自信也是源自于他强大的实力。先前雨莎所施展的手段威势是那样的恐怖，连在场的那些老一辈强者都被震慑到了。可就是那样的手段都被灵狐鸿飞这尊禁号天境所轰散，这让灵狐鸿飞对他这尊禁号天境更加的具有自信，甚至觉得他所掌握的尊禁号天境乃是天下间最强的技法。你想见识，我便让你见识一下。楚风微微一笑，随后楚风的神色变得凝重，只见他左手捏诀，右手画掌，收于自己的胸前。与此同时，楚风也是闭上双眼，不过他的双眼刚刚闭上，便立刻睁开。下一刻，当楚风睁开双眼之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灵狐鸿飞以及灵狐志士在内，都是内心一紧。以肉眼来看，此时的楚风身体之上没有任何变化，他并没有掀起如雨莎那样的威势，甚至如灵狐鸿飞那样淡淡的白色光华都没有。但是此时楚风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却非常的强大，就好像此时楚风的体内具备着毁灭性的力量一般，那是丝毫不弱于尊禁昊天境的力量。这是怎么回事？这感觉好强啊！楚风他到底掌握着怎样的手段？此时众人猜测不断，但同时也是好奇不已。他们都知道楚风一定是要施展很厉害的手段，只不过他们却不知道楚风那到底是怎样的手段，是尊禁武技。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倒是古明渊开口了：尊禁武技。听得此话，众人的内心再度一颤，楚风他也掌握了尊禁武技？可是不可能啊！尊禁武技何其珍贵，莫说楚氏天族，就连万州古族都不具备尊禁武技。楚风他从何处习得？众人感到震惊，同时也感觉难以置信。倒不是他们看不起楚风，而是尊禁武技在祖武星域来说真的是太过珍贵了。错不了，这的确是尊禁武技。看来楚风小友是有奇遇之人，居然小小年纪就掌握了尊禁武技。就在此时，那灵狐志士也是开口，不过他说此话的时候，在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贪婪。虽然嘴上说的好听，可是他的内心却已经有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尊禁武技何其珍贵，既然眼前出现了一个，他便决定要收入囊中。而连灵狐志士都说楚风那是尊禁武技之后，人们便是想不信也是不行了。毕竟灵狐志士与古明渊不同，古明渊再强，可是万州古族之内根本就没有尊禁武技。但是灵狐天族不仅有尊禁武技，灵狐志士更是掌握着尊禁武技。他说是，那就一定是了。而当确定楚风的确掌握着尊禁武技之后，灵狐鸿飞也是不敢大意，而是调转体内的力量，增强了尊禁昊天境的力量。灵狐鸿飞就用这一招来定个胜负吧。楚风说道。分胜负就凭你这手段，怕是根本不够看。令狐鸿飞讽刺地说道。够不够看，你马上知晓。此话说完，楚风微笑的面容忽然变得无比凝重，只见猛然大喝一声，尊禁天机印。话罢，楚风放于胸前的手掌猛然轰出，此掌轰出，在楚风的身前便裂开，出现一道巨大的手掌，手掌之大足有万米，一只万米巨手直奔灵狐鸿飞压迫而去。哼，也不过如此。不过当灵狐鸿飞亲眼目睹楚风这尊禁武技的力量之后，原本满面凝重的他嘴角却是掀起了一抹冷笑。毕竟他那尊禁昊天境可是足足有着10万米之大，灵狐鸿飞的催动之下，那尊禁昊天境的虚影便再度浮现出，而直径便有10万米的庞然大物。对比万米的手掌，不得不说楚风那尊禁天机印的确显得渺小了不少。金芒四射，那尊禁昊天境再度并射出了耀眼的金芒，那金芒之浩瀚宛如金色的海洋，瞬息便将楚风的尊禁天机印所吞噬。糟了！看到这一幕，如古明渊等高手皆是内心一颤，他们都觉得虽然同为尊禁武技，但是楚风这尊禁天机印似乎根本无法与灵狐鸿飞的尊禁昊天境所抗衡。然而猛然间竟然传来一声巨响，听到那声巨响，原本担忧的古明渊等人顿时面露喜色，反倒是灵狐天族的族人们内心一颤，因为他们分明听到的乃是镜子碎裂的声音。而仔细一看，果不其然，漫天的镜子碎片开始自战圈之内跌落而下。那白色的镜片虽然已经碎裂，但是人们却是认得出来，那的确就是灵狐鸿飞的尊禁昊天境。旁人看不清所以然，但是古明渊等人却是看得到。此时原本立于灵狐鸿飞身前的尊禁昊天境不仅已经碎裂，就连灵狐鸿飞也是浑身是血。令狐鸿飞虽然并没有被楚风的攻势鸿飞开来，但是还是被楚风的攻势所重创。忽然楚风手臂挥动，顿时狂风大作，狂风席卷开来，将那漫天的白色气焰
吹散开来。而此时，不仅是古明渊等高手能够看清灵狐鸿飞的样子，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都是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此时灵狐鸿飞的样子。此时的灵狐鸿飞半跪在虚空之上，衣衫破烂不堪，身上更是布满鲜血。虽然还没有达到面目全非的地步，但此时他的样子看上去却也是非常的凄惨。看到这一幕，众人目瞪口呆，无论是在他们的眼中，还的脸上都是写满了惊骇。灵狐鸿飞他败了，灵狐鸿飞他竟然败了！而最重要的是，灵狐鸿飞败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那尊金昊天镜，那可是灵狐天族最强的手段，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手段之一呀。可就是这样的武技，居然败了。此时，人们不由得看向楚风，目光变得极为复杂，尤其是那位天机尊者，他的脸色更是极其的尴尬。灵狐鸿飞最强的手段都被楚风所击溃，那也就说明这场对决结束了，败的并不是楚风，而是灵狐鸿飞。天机尊者的预言错了，天机尊者他预言错了。可忽然间，竟有一阵大笑传来，那笑声竟然是来自灵狐鸿飞。灵狐鸿飞尽管伤得很重，可此时他却缓缓站起身来。他的起身相比于先前的羽杀，可以说是顺畅得多。很明显，尽管外表来看他伤得很重，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羽杀伤得重。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灵狐鸿飞此刻的表情，明明已经身负重创，明明就连尊敬昊天镜那样的手段都败给了楚风，可是灵狐鸿飞不仅没有丝毫恐慌，也没有丝毫的不安，反而在他的脸上依旧彰显着两个字：自信。楚风，你以为赢了？灵狐鸿飞对楚风问道。不然呢？楚风反问道。从一开始我就说过，今日你输定了。我本来就是想陪你玩一玩的，可不曾想我这随便玩一玩，却让你产生了错觉，让你有了你会赢的错觉。抱歉，是我不好，是我之前不够认真，才让你有了这样的错觉。但是这一次，我真的要结束这场无聊的对决了。话到此处，灵狐鸿飞的眼中竟然出现了一抹火红，紧接着，灵狐鸿飞的身上便释放出了火红色的气焰。此时，灵狐鸿飞的肌肤也是变得火红，就好像在他的体内流淌着的不是血液，而是岩浆一样。不仅仅如此，灵狐鸿飞的身躯居然开始变大，不过眨眼的功夫，灵狐鸿飞便化作了一个高大3000余米的巨人，并且灵狐鸿飞他不只是身体变大了这么简单，他的外表也是发生了变化。在他的双眼血红，宛如魔鬼一样，在他的额头之上更是出现了一只犄角，并且在他的身后还有着一个虚影，那是一张脸，一张足有1万米之大的脸。可是那却不是个人的脸，那是亿万人的脸。亿万人的脸汇聚成了一张脸，不仅蠕动着，还不断发出或低沉或尖锐的声音。那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恐怖，而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这种变化之下，灵狐鸿飞的气息竟然也发生了变化，他的修为竟然再度提升，从8品尊者提升到了9品尊者的地步。9品尊者，这是真正的尊者巅峰。